清晨，给我滚出来！谁让你把我儿子调理成女儿的？赔我儿子！给这位侯府世子夫人做孕期调理整整2个月，怎么她刚生完就闹上门了？顾夫人，您这是……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我怀了10个月的儿子，就因为喝了你那该死的药膳，生下来变成了个赔钱货！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！什么儿子？药膳还能改变性别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顾夫人，胎儿的性别从受孕那一刻就已注定，和药膳没有任何关。闭嘴！你少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！别以为你读过2天书就能唬我！我告诉你，我花了100两银子请白云观的道长算过，他拍着胸脯说我这胎绝对是儿子。整个孕期我就只在你这里调理过，一定是你那药膳里加了什么脏东西，把我儿子变成了女儿。白云观的道长，那些所谓的大师，10个里有9个是骗子，剩下1个是糊涂蛋。可这些贵妇们偏偏就信这个。你生不出儿子关我什么事？但我必须忍住，他是侯府的人，我一个孤女根本得罪不起。顾夫人，道长的话做不了准的。如果您不信，我可以陪您去请顺天府的老仵作陈伯安来检验，我的药铲里绝对没有任何……什么检验？你就是想拖延时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赔我1000两黄金，要么我就砸了你这破店，把你送进大牢。1000两黄金，就算把整个安和堂卖了，也凑不出一个零头。顾夫人，您这是在为难我。哼，为难你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他，我的儿子被你害成了这样，你还敢说为难你？别碰我女儿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把涌到喉咙的怒骂咽下去，不能发火。他是侯府的人，我得罪不起。我用疼痛压住火气，硬是没吭一声。夫人，请您冷静。冷静？我冷静不了！各位都来评评理啊！这下要不害得我没了儿子，还死不认账！真的假的？安和堂不是挺有名气的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年头为了赚钱，什么缺德事干不出来？可怜那夫人怀胎10月多不容易，就这么被人害了。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我想说点什么，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，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不是因为我理亏，而是因为我太清楚，在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用，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。我苦命的孩子，都怪娘没有保护好你，让这黑心的奸商把你害成这样。你要是没了，娘也不活了。夫人别哭了，拿着这钱给孩子请个好大夫。对，恶人自有天收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我看着那一幕，心里又气又笑。这帮人连事情都没搞清楚，就开始当善人了。可我不敢发作，我咬着嘴唇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顾夫人，您先消消气。您说的要求我实在拿不出，但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请陈仵作来作证，证明我的药膳没有问题。或者我陪您去府衙，让大人来断案，怎么样？我只想把事情往明处解决，只要有人公正裁决，我就不怕。少拿府衙吓唬我！你以为我侯府没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拿出钱来，哪也别想去！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这是要将我禁足在此。顾夫人，您这是非法囚禁！非法？你害死我儿子，我没打死你就是仁慈了。哼！我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要是拿不到1000两黄金，你就等着给你这破店收尸吧。1000两黄金。就算把安和堂卖了，把祖宅卖了，把我自己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。顾婉宁分明是在逼我死，可我能怎么办？她背后站着永宁侯府，而我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弱女子。夫人，别冲动，万事好商量。
顾婉宁的丈夫永宁侯府世子赵景行。他来了，我心里却没有半分吸血，反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，因为他的眼神太平静了，平静得像个局外人。夫君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个黑心的女人，她害死我们的儿子，还死不认账！你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她哭得声泪俱下，要不是我脸上还火辣辣的疼，我差点都要信了。好了好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们娘俩。他这眼神，不是愤怒，也不是心疼，倒像是一种算计。沈姑娘，我夫人说的话，你可认？赵世子，顾夫人的痛我能理解，但我开的药膳绝对没有问题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。性命担保？你的性命值1000两黄金吗？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，他这是在跟我谈价钱。赵世子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如果您不信我的药膳没有问题，我可以……不必了。胡太医，请。这位是前太医院的胡太医。胡太医在太医院20年，医术精湛，德高望重。他说的话，应该比我夫人有分量吧？你就是沈青瓷？正是。面对侯府这阵仗，我必须强撑着镇定，绝不能自乱阵脚。哼！老夫在太医院时专门研究过孕妇用药，你这安和堂的安胎药膳，老夫早就听说过。今日一看，果然有问题。太医院的老太医都发话了，看来这药膳真有蹊跷。这上面记载着，你常用的安胎药方里有一味天花粉。天花粉？天花粉确实是孕妇禁用之物，会导致滑胎、畸胎，严重者甚至会危及母土。可我从来没用过天花粉。胡太医，您弄错了，我开的药方里从来没有天花粉。没有？这是老夫从你这安和堂的药渣里检验出的结果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天花粉3000。3000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量啊！真不敢相信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药渣里检验出天花粉，不可能！我每次进药都亲自验货，亲自熬制，绝不可能混进这种东西。除非有人在药渣里做了手脚，可我没有证据。赵世子，胡太医的检验结果一定是错的，我可以请陈仵作重新检。一个仵作也配跟老夫比？老夫在太医院时，他还在乡下挖坟呢。就是啊，一个仵作能跟太医比？这沈姑娘怕是想赖账吧？看着挺漂亮一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黑？不能哭，哭了就输了。赵世子，我请求重新检验。如果真如胡太医所说，我的药膳里含有天花粉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也请您还我一个清白。他大概没想到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还能这么硬气。好，那你说，让谁来检验？陈伯安，顺天府的老仵作，他在府城做了30年仵作，精通药理，在衙门里也是有口皆碑的。陈伯安，一个土郎中也配跟老夫相提并论？配不配，验过才知。夫君，我不信他，他就是想拖延时间。让他验。他居然答应了。不过，如果陈伯安验出来也是天花粉，你不仅要赔偿1000两黄金，还要再加500两，就当是给我夫人的精神损失费。500两，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好，我答应。小何，快去请陈伯安。不对劲，赵景行太平静了。他的妻子没了儿子，他没有半分悲痛，反而像在看戏。那个检验结果，我敢用性命担保是假的。他们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了那1000两黄金？可永宁侯府会缺这1000两？
好了，陈老终于来了。可他身后这人是谁？看这气度，绝不像是普通百姓。沈姑娘，老夫来了。陈老，麻烦您了，药渣在里间，您去验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天花粉。等等，这位是？这位是老夫的徒弟，姓陆，跟着老夫学了3年，手法不比老夫差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的心跳得像美鼓一样。如果连陈老也验出天花粉，不，我不敢想。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陈老，结果如何？药渣里确实含有天花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每次进药都亲自验货，熬药更是寸步不离。这药渣里怎么凭空生出天花粉？这就是个死局吗？但是，这天花粉不是熬药时放进去的，而是后来掺进去的。老夫验了药渣里的天花粉，发现它的干燥程度和其他的药材完全不一样。其他的药材当归、黄芪、白术都是3个月前新进的，干燥度极其均匀，而这天粉至少是1年前的老货。而且这天花粉是从别处碾碎后掺进去的，根本不是和别的药材一起熬的，因为它的粉末颗粒和别的药渣截然不同，明显是后撒上去的。你胡说！老夫检验的时候明什么？胡太医，老夫在顺天府做了30年仵作，验过的药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你要是觉得老夫验的不准，大可以请别的人来再验。翻盘了，这天花粉是事后伪造的铁证。我心里一阵狂喜，但面上绝不敢表露半分。陈老，您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往药渣里掺了天花粉，来陷害我？刚才验出天花粉是后掺的，我本以为真相大白，可看他们此刻的眼神，我的心却猛地一紧。难道这一切真的还有更深的阴谋？就算天花粉是后掺的，也不能证明沈姑娘的药膳没有问题，说不定是她自己事后撒的。为了逃避责任，反以咬一口。赵世子说的对，老夫验的时候，天花粉就明明白白在药渣里。至于是什么时候撒的，你这毒妇休想推卸责任。好的，电脑黑白，真以为能一手求锤得逞？这是顾夫人来我这儿调理7次的全部记录，每一次的日期、药方、调理手法，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而且每一条都有顾夫人的贴身丫鬟莲儿亲笔签字画押。莲儿姑娘，你可认得这上面的字？认得。莲儿，那这上面的签字是不是你亲手写的？莲儿，你倒是说话啊！是不是他逼你签的？不是，是我自愿签的。沈姑娘每次调理完都让我看一遍药方再签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夫人您没问。至少莲儿没有当面撒谎，这说明事情还有转机。顾夫人，你也听到了，我的调理记录清清楚楚，用的都是安胎的温补药材，绝对没有天花滋。如果您还不信，我可以把每一次的药渣都拿出来，让陈老一一检验。记录柱可以伪造，药渣也可以事后做手脚。沈姑娘，你拿这些出来，说服力不够。那赵世子觉得什么才算有说服力？人证，除了莲儿，还有谁可以作证？除了莲儿，还真没有别的人证。每次调理都是关起门来1对1，没有第3人在场。赵景行这招是要彻底绝了我的生路。局面僵持不下，赵景行铁了心要把脏水泼给我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一直躲在后面的小何突然往前走了一步。姑娘，我有一件事跟眼下这事不搭边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，别怕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了世子爷。小何的声音越来越小，
但在这安静的安和堂里，他的每一个字都清晰的像是一道平地炸起的惊雷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我亲眼看到的不止一次。就在后府后院的假山后面，世子爷抱着莲儿姑娘，还亲她。天哪！世子爷竟然背着夫人偷情，而且还是个夫人的陪嫁丫鬟，这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不再不是窝边。被高高在上的丈夫背叛，被最信任的陪嫁丫鬟当面捅刀子，顾婉宁所有的骄傲和底气，在这一刻碎成了一地齑粉。莲儿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说啊！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世子爷他强迫我的。强迫？我强迫你？是你自己3番5次勾引我，还说什么只要能和我在一起，做牛做马都愿意。你们两个，你们对得起我吗？我怀胎10月，我给你们赵家生儿育女，你们就这样对我？生儿育女？你生的是个女儿，没用的赔钱货。够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我的天，难怪他要带太医闹事儿，这是想栽赃沈姑娘，逼走正妻，好跟丫鬟双宿双飞吧？可就算世子爷偷情，也不能证明沈姑娘的药膳没问题啊！那太医不是说了，药渣里有天花片吗？就是，偷情归偷情，害人是害人，两码事儿。拿不出铁证，这盆脏水我恐怕洗不干净。就在我以为事情要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开口了。我也有话要说。有一天半夜，我起来喂马，路过莲儿的房门口，听到里头世子爷和他说话。够了！你一个下人，你敢诬陷主子？我没诬陷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世子爷对夫人无情无义到这份上，我这当下人的都心寒。当时我听得真的，莲儿说等沈姑娘被定罪，赔偿金到手，夫人的名声也坏了，到时候世子就能名正言顺休了夫人，娶她过门。世子爷还笑着夸莲儿聪明。原来如此，他根本不是为了儿子，是为了讹钱赶走正妻。那太医和药渣里的天花园8成也是假的，贼喊捉贼啊！这姓赵的心也太黑了。听到众人的倒戈，那些砸向我的脏水瞬间反噬，我下意识松了口气。赵金星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那这上面的签字，是不是你亲手写的？是世子爷，是他。他说只要事成之后就会抬我做姨娘，会娶我。我再也是鬼迷心窍。闭嘴！你这个贱婢！狐狸尾巴终于全都露出来了。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赵景行为了休妻和讹钱设计的毒计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张皮没罢了。陈老，麻烦您再帮我一件事。你说。帮我看一看胡太医手里的那块太医院腰牌是不是真的。假的，假的！太医院的腰牌用的是内务府特制的黄铜，上面有编号和太医院的大印，而这块上面根本没有编号。这种假铜牌，城隍庙10文钱一个，一抓一大把。你胡说！老夫的太医院腰牌是真的，你一个仵作懂什么？我不懂。老夫在顺天府做了30年仵作，验过的死人比你治过的活人都多。
太医院腰牌什么样，老夫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。各位要是不信，大可以去太医院问问，看他们认不认这块腰牌。对对对，拿着腰牌去太医院一问便知。不用去。我招了，我都招了。胡万成，你世子爷对不住了，是世子爷花了300两银子雇我来演戏的，他让我冒充太医，还说事成之后再给我200两，我鬼迷心窍，我该死。300两银子买我安和堂的身败名亡，世子爷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胡安全，你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雇你了？世子爷，您别装了，这是您亲笔写的契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雇我冒充太医，诬陷安和堂的沈姑娘，事成之后付500两，你还按了手印呢。可已经晚了，该看到的，不该看到的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赵世子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沈清慈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今天的事暴露了，你又能怎样？我是永宁侯府世子，你一个贱民能奈我何？我能请顺天府尹来断案。顺天府尹，他敢动我？赵世子，谁说本官不敢动你？周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官接到报案，说有人在安和堂聚众闹事，特来查看。方才让小何去请人时，我便特意嘱咐，经过顺天府时务必击鼓报案。这天罗地网是我早备好的。沈姑娘，回大人，民女有冤情。这伙人伪造药渣，买通假太医勒索1000两黄金，甚至当众暴打原。来人！把赵景行、胡万全、连儿这3个狂贼拿下！滚开！周大人，你不能抓我！我是永宁侯府的世子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聚众闹事、敲诈勒索、伪造官印、通奸妻妻这几条大罪，够你吃几年牢饭了！永宁侯府的世子，在铁证面前，也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。一场荒唐闹剧终于落幕，我的命绝不任由你们践踏。我看着瘫坐在地上的顾婉宁，突然有些可怜她。被丈夫背叛，被丫鬟欺骗，还被当成棋子来敲诈勒索。说到底，她也是个可怜人。周大人，顾夫人虽然污蔑了我，但她也是被蒙蔽的，请您从轻发落。沈姑娘宽宏大量，本官自会酌情处理。顾氏，你虽是被蒙蔽，但聚众闹事、污蔑良善是事实。本官判你禁足侯府3个月，另赔偿沈小蒋100两白银，作为名誉损失，你可服？至于赵景行、胡万全、连儿3人，押回府衙，听候审理。沈清言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赵世子，我等着。
今日之事，多亏了我平日谨慎，留下了记录簿和药渣，否则，就算有人想帮我，也无从下手。陈老过奖了，今日之恩，青瓷没齿难忘。不必多礼。对了，这位陆公子其实不是老夫的徒弟。那他是？在下太医院院正的侄儿，略通医术。今日随陈老前来，本想见识一下沈姑娘的医术，没想到竟目睹了一出好戏。太医院院正的侄子，难怪陈伯安敢跟胡太医叫板，原来背后有这尊大佛。陆公子见笑了，让您看到这等不堪之事。不堪的是他们，不是沈姑娘。沈姑娘临危不乱，据理力争，在下佩服。对了，沈姑娘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赵景行可能真的生不出儿子。什么意思？我叔叔在太医院当值时，曾给赵景行看过病。他先天不育，精寒子弱，能生下一个女儿已经是万幸了，再生第二胎几乎不可能。先天不育，所以赵景行根本不可能生出儿子。既然如此，他费尽心机谋划这一切，到底掩盖着什么？他之所以栽赃我，不仅是为了讹钱，更是为了掩盖自己不能生儿子的真相。如果顾婉宁生的是女儿，他可以推到药膳有问题上。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算计。姑娘，您的脸还疼不疼？不疼了，小何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站出来作证，事情不会这么顺利。我也是被逼急了才敢说的，之前一直不敢，怕被报复。不怕，有我在。我以为事情在赵景行被押走的那一刻就结束了。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大半夜的，外面怎么这么大动静？我认得她，永宁侯夫人赵景行的亲娘。来人，给我砸！府城里出了名的护短跋扈，不好惹。是。慢着！我的心跳得飞快，但我逼着自己挺直腰板，绝不能在他面前露馅。侯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哼，你就是沈青瓷？正是。哼。这一巴掌是替我那可怜的儿子打的。姑娘！欺人太甚！您儿子偷情造假、敲诈，您不去管教他，反而来打受害者。侯府的规矩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小贱人，还敢嘴硬，给我砸！砸！
打到他跪下求饶为止！那是安和堂几代人的心血，是我一两一两亲手攒下的药材。安和堂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我的心像被生锈的钝刀一刀一刀在割，但我绝不会下跪，哪怕今天被打死，我也绝不会向这种草菅人命的人下跪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在这府城里，我侯府就是王法。你害我儿子坐牢，我就要你生不如死。明天你这安和堂会变成一堆瓦砾，后天你会被赶出府城，大后天我会让人割了你的舌头，卖到最低贱的窑子里去。你这辈子别想翻身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血液几乎彻底凝固了，那阴冷的声音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。他是认真的，他真的做得出来。侯府想要碾死我，就像碾死一只微不足道的子鸡。够了！你是谁？在下陆云深，太医院院正陆怀安的侄子。家书让我给侯夫人带句话。什么话？皇后娘娘有孕，胎相不稳，太医院正在广寻民间医术高明之人。沈姑娘的名声已经传到了宫中。侯夫人若是在此时毁了她的人和殿，万一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算你走运。走！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陆公子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……不必谢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皇后娘娘确实有孕，也确实胎相不稳，而且有人向皇后举荐了你。谁？当朝丞相。丞相？我一个小小的安胎调理馆老板，怎么会入了丞相的眼？丞相夫人之前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你与侯府对峙的全过程，她回去跟丞相提起，丞相说你有胆有志，医术不凡，可以用。所以皇后真的要召我入宫？明日丞相会派人亲自来安和堂带你入宫。可我的店……我帮你，今夜我帮你把药材归置好，明日一早我让太医院药房送一批新药来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沈姑娘，你不是在为你一个人争，你的医术也许能救皇后，也许能救她腹中的龙胎，这是大事。他说的对，这已经不是安和堂的恩怨，而是关乎龙胎的大事。好，那麻烦陆公子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一个身穿凤袍的女人朝我伸出了手，她的肚子很大，脸上却满是愁容。她对我说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的孩子。”沈姑娘，丞相大人命我来接你入宫，请吧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
这就是丞相举荐的人。你几岁了？回皇上，民女20。20，太年轻了。皇上，年纪不代表本事。这些太医的眼神里满是你疯了的意思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子。民女虽年轻，但师从御医弟子，在府城调理过的孕妇不下100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倒是有几分胆才。进来吧，给皇后诊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。娘娘，民女冒犯了。一触之上，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这绝不是普通的胎动不安。皇上，如何？娘娘不是胎动不安，放肆！简直一派胡言！而是中毒。怎么样？这脉象不对劲，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。皇上，娘娘是中毒了。大胆！你一个黄毛丫头，连太医院的门槛都没迈过，就敢下此断言？就是，我们几个老太医日夜守候，都没查出中毒，你凭什么？皇上，此女妖言惑众，该当治罪。让她说完。娘娘的脉象表面上看是气血两虚，胎气上冲，但仔细分辨，关脉沉弦而涩，尺脉显微欲绝，这不是普通的胎动不安。什么毒？像是夹竹桃的毒性，但被其他药物掩盖了，所以太医们没有察觉。敢问各位大人，娘娘这些日子服用的安胎药用的是哪几味药材？不过是白术、黄芩、桑稚仁、杜仲这几味。这些药都没有问题，但如果有一个人把夹竹桃的粉末掺在娘娘的饮食或者熏香里，日积月来，就会出现娘娘胎动不安、腹痛不止的症状。严重的话，会怎样？会滑胎。查，给朕查！就算是把后宫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这个下毒的人揪出来！朕命你留在宫中，专门负责皇后娘娘的安胎事宜。太医院全力配合，谁敢阻挠，杀无赦！民女遵命。可我没想到，第一个阻挠我的人，当天晚上就来了。你就是沈清慈？正是。敢问大人是？太医院院正周明远。院正大人竟然亲自来了。周大人，您请坐。不必。沈姑娘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民女在给皇后娘娘诊病。诊病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当着满朝太医的面说皇后中毒，你知不知道这会让多少人掉脑袋？如果有人真的下了毒，那掉脑袋的不是无辜的人，而是下毒的人。你以为你攀上了丞相和皇上，就可以在太医院指手画脚？我告诉你，这太医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识相的，明天一早你就说自己医术不精，请辞出宫。否则怎样？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我在周明远的手指上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。那是夹竹桃粉的颜色。如果周明远是下毒的人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太医院院正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害死皇后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除非有人在背后指使他，而能指使太医院院正的人，地位一定比他更高。后宫之中，比皇后地位还高的，只有太后。不会吧？别出声！是陆云深的声音。陆
公子，我叔叔让我来帮你，宫里的事比你想的复杂的多。周明远今晚来找你，对吗？他是不是威胁你了？差不多。我刚才发现周明远指甲缝里有夹竹桃的残粉。你确定是夹竹桃粉？我确定。沈姑娘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我叔叔说皇后的毒是无解的。什么？我叔叔验过皇后娘娘的血，家主停止下毒了，娘娘的身体也已经撑入骨髓了，最多1个月。那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出真凶，在他下次动手的时候人赃并获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。如果你治不好皇后，皇上会放过你吗？原来如此，我自愿踏入的不是龙潭虎穴，是一个死局。1个月，皇后只能活1个月，而皇帝要我在1个月之内保住皇后和龙胎，这不是信任我，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。陆公子，你叔叔既然早就知道皇后中毒，为什么不向皇上禀报？你以为我叔叔不想，可他拿不出证据。皇后娘娘的饮食、熏香、汤药，他一样一样查过，表面上全都没有问题。下毒的人手法极其高明，每次的剂量都控制在看起来像胎动不安的程度。我叔叔如果报上去，拿不出实证，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他。所以他让你来查。对，我叔叔说需要一个外人来破局，一个既懂医术又不被宫里任何势力裹挟的人。他选中了你，选中了我。是，我的确不被宫里任何势力管辖，可我也不被任何势力保护。在这些人眼里，我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我不干了！我现在就出宫，回去开我的安和堂。你们宫里的这些烂事儿，我不掺和了。你觉得你还出得去吗？周明远来找你，不是来警告你的，他是来试探你的，试探你到底知道多少。你在他面前说了皇后的脉象，夹竹桃的毒，这就等于告诉他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觉得他会让你活着走出这座皇宫吗？是啊，从我踏进宫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退路了。前有皇后这个死局，后有侯府这个仇家，中间还夹着一个随时可能要我命的太医院院正。我沈清子把自己活活逼到了悬崖边上。坐下，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我们有2条路可以走。哪2条？第一，找到真凶，在他下次动手的时候人赃并获，只要拿到证据，你不但能救皇后，还能立功。第2条呢？第2条路是找到解夹竹桃侵扰的方法。夹竹桃的侵扰根本没有化解之法，这是最基本的药理常识。我知道，但如果有一种办法能让中毒的人在保住胎儿的情况下多撑2个月呢？什么意思？我叔叔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夹竹桃的解毒之法，他发现如果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阿胶4味大补气血的药，配合针灸特定穴位，可以延缓毒素对胎儿的侵蚀。虽然不能根治，但至少能把皇后娘娘的孕期撑到足月。足月，只要孩子能生下来。对，只要龙胎平安落地，皇上就有了继承人。到那时，皇上也不会太过迁怒于你。这个办法听起来可行，但风险极大。大补气血的药用在普通孕妇身上都容易出事，更何况是中了毒的皇后，万一用错了剂量，加速了毒素扩散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这是太医院30年前的一份密档，那时候先帝的一个妃子也中了夹竹桃的毒，我叔叔的师傅就是用这个方法，让他多撑了3个月，顺利生下了皇子。这份密档，我叔叔藏了30年，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不会让我拿出来。
太医院院正陆怀安，表面上是个趋炎附势、明哲保身的老太医，骨子里却藏着一颗救人的心。陆公子，你叔叔有没有说下毒的人到底是谁？他知道，但他不敢说。是谁？你确定你想知道？我确定。太后。太后，这2个字像一道惊雷，在我脑子里炸开，居然真是太后。一个在深宫里经营了30年的女人，她的势力遍布后宫每一个角落。太医院、上宫局、内务部，没有她插不进手的地方。而她要杀皇后，不是杀皇后，是杀皇后肚子里的孩子。可是为什么？我很快想通了。皇后如果生下皇子，那就是嫡长子，按祖宗规矩要被立为太子。可太后有自己属意的皇子，即她另一个儿子睿王。如果皇后生的皇子死了，睿王就有机会被立为太子。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一个储位，为了储位的位置，她可以杀掉自己的亲孙子。在这遮天蔽日的深宫里，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破局的证据？你怕了？不是不怕，而是怕也没用。既然已经卷入了这吃人的宫闱死局，退一步就是粉身碎骨，只能一条道走到底。既然知道了真凶是谁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找到证据。太后做事极其谨慎，从不会直接下令，她一定有一个中间人，负责传达命令、协调行动。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中间人。这后宫深似海，每一步都有眼睛盯着，怎么找？这是皇后娘娘寝宫的布局图，茶水间、熏香房、药膳房是3个最可能被用来下毒的地方。我已经查过了，皇后的饮食、熏香、汤药我都是亲自验看，表面上看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表面上看没有问题，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。你漏了一个地方。梳妆台？对，夹竹熬的粉末可以掺在胭脂水粉里。皇后娘娘每天都要梳妆打扮，呼吸之间就把毒粉不知不觉地吸了进去。而且，胭脂水粉这种女儿家的私密之物，太医院那帮老顽钝一般根本不会去查。好高明的手段，下毒的人把夺命的毒藏在女人每天都要用的胭脂里，谁都不会想到去查一盒看似普通的胭脂。如果胭脂真的有毒，那这将会是扳倒幕后黑手上的铁证，我们必须去寝宫验证。可深更半夜的，太医院院正周明远的眼线，此刻我们要怎么去皇后的寝宫查一盒胭脂，而不惊动暗处的周明远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皇后的梳妆台上现在应该还有带毒的胭脂，我现在就去查。等等，你不能现在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周明远已经盯上你了，你今晚去找胭脂，万一被他发现，他就知道你已经怀疑到了太后的头上，到那时候他不会再给你留活路。他说的对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沈姑娘，本宫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娘娘别胡说，您福泽深厚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不用骗本宫，本宫自己的身体，本宫清楚。这些日子，每天晚上都疼得睡不着，肚子里像是东西在往下坠。沈姑娘，本宫求你一件事儿。娘娘请说。如果本宫真的撑不住了，求你保住本宫的孩子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哪怕不要本宫的命，也要让孩子平安生下来。哎呀，民女该死，惊扰了娘娘。在这股浓郁的胭脂香气底下，藏着一股淡淡的苦涩的味道。没错，就是夹竹桃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证据有了。这盒胭脂是谁送进宫的？是谁放在梳妆台上的？是谁负责每天为皇后梳妆的？要查清楚这些，我绝不能打草惊蛇。胭脂里的毒只能证明有人在害皇后，不能证明是太后指使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，一个能帮我们查出胭脂来源的人。
你有合适的人选？有。看着他毫无血色的脸，我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悲痛。这躺在榻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后，只是一个拼死护住孩子的母亲。娘娘放心，民女一定会保住您的孩子，民女发誓。谢谢你。按这副方子，按时给娘娘煎服。梳妆台，那是女人每天都会碰的地方。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负责皇后梳妆的宫女，名叫秋月。昨天我进殿的时候，别的宫女都低着头，唯独她一直在偷偷打量我。那不是好奇的眼神，是警惕。一个普普通通的梳妆宫女，为什么要警惕一个来给皇后看病的民间大夫？除非她心里有鬼。秋月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他是上宫局的人，在宫里待了8年，口碑不错，一直没什么问题。那就更有问题了。在宫里待了8年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。这说明他很会隐藏。你说的对，那你想怎么做？引蛇出洞。今晚我要让秋月自己露出马脚。我给皇后扎完针，故意把一盒新配的安胎药方落在了寝宫里，然后慌张地跑回来找。沈姑娘，秋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苦涩的杏仁味，是夹竹桃的味道，而且是新鲜的。这是你第几次往皇后娘娘的胭脂里下毒了？沈姑娘饶命！沈姑娘饶命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想这么做的，是有人逼我的。谁？是周远征。周明远，果然是他。太医院院正，好大的胆子！周远征让你做什么？他让我每隔3天往娘娘的胭脂里加一包这个粉。他说只是让娘娘身子虚弱一些，绝对不会出人命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毒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这是毒药？你在宫里待了整整8年，夹竹桃的毒你会不知道？沈姑娘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要是被查出来，只有死路一条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告诉我，周明远背后的人是谁？你把那个人说出来，我可以替你在皇后面前求情，保你一命。我不能说，我真的不能说，说了我死得更快。你不说，现在就死。我去告诉皇上，有人给皇后下毒，到时候顺天府的人会把你的祖宗18代都挖出来。你想想你的家人。不要！我都说是太后。虽然我早就猜到了，但亲耳听到的那一刻，还是觉得天旋地转。太后，果然是太后，而周明远不过是太后手里的一条狗。太后是怎么联系周明远的？每个月15，太后会派她身边的桂嬷嬷去太医院取养生药。桂嬷嬷取药的时候，会把下个月的毒粉交给周明远，周明远再分给我和另外几个人。另外几个人还有谁？问出来了，问出来了，确实是太后。下一步怎么办？
面见皇上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要告的人是太后，皇上的亲生母亲。你觉得皇上会信你，还是信他娘？我有证据。你有什么证据？秋月的口供，她是太后的人，随时可以翻供。胭脂里的毒粉，周明远可以说那是他自己干的，跟太后没关系。你拿什么证明太后是主使？他说的对，太后在深宫里经营了30年，怎么可能留下直接指向自己的证据？她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桂嬷嬷传达。桂嬷嬷是她从娘家带进来的心腹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可能出卖她。我手里这些所谓的证据，最多只能扳倒周明远和秋月，动不了太后一根汗毛。那怎么办？2条路：第一，按原计划来，用我叔叔的方子给皇后续命，撑到满月生下孩子。只要孩子平安，皇上就不会追究你的责任。至于太后，那是皇上自己要去面对的事。第2条呢？第2条，找到桂嬷。桂嬷嬷，太后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可能掌握太后直接命令的人。可桂嬷嬷在太后身边待了几10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怎么可能轻易让我找到把柄？桂嬷嬷每个月15去太医院取养生药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12。3天时间，我们能不能设一个局，在桂嬷嬷取药的时候，人赃并获？怎么周明远知道你在查他？你以为他还会像以前一样乖乖把毒粉交给桂嬷嬷？他现在恐怕已经在销毁证据了。是啊，昨晚秋月被我抓了个现场，消息肯定会传到周明远耳朵里。他要是聪明的话，现在就应该把所有毒粉都销毁，把所有知情人都灭口，然后装成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到那时候，我手里就真的什么证据都没有了。不行，不能等3天，我现在就去找皇上。你疯了吗？你没证据，拿什么跟皇上说？我拿命说，皇上不是昏君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，他至少会派人去查。只要查，就一定能查出问题。万一查不出来呢？万一太后倒打一耙，说你诬陷她呢？那我就死。横竖都是一死，死在太后手里和死在皇上手里有什么区别？我陪你去。民女沈青瓷求见皇上。皇上正在批折子，不见外人。我有要事禀报，事关皇后娘娘的安危。皇上让你进去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成败在此一举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把真相说出来。皇上，民女要告御状。告谁？太后。这2个字说出口的瞬间，御书房里的空气像是彻底凝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民女要告太后指使太医院院正周明远在皇后娘娘的胭脂中下毒，意图谋害龙胎。朕知道。他说什么？他居然知道！我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。皇上，
您说什么？朕说，朕知道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完全没想到他竟是这个反应，一时间甚至有些语无伦次。可皇上您不，皇后娘娘她快……朕知道她快撑不住了，朕什么都知道。朕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朕看着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，朕的心像被人用手攥着一样疼。可朕能怎么办？朕是皇帝，朕可以杀任何人，可朕不能杀自己的娘。你告诉朕，朕该怎么办？我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，皇帝不是不想救皇后，而是救不了。皇上，民女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太后自己认罪。她不可能认罪。她会的。只要让他以为皇后已经知道了他的阴谋，并且留下了遗诏，要把真相公之于天下。什么意思？民女想请皇上演一出戏。第二天一早，整个后宫都传遍了我放出去的消息。皇后昨夜病危，被我连夜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但皇后醒来后，写下了一份遗诏交给我保管，内容没人知道，可大家都在传。里面写了下毒之人的名字。我想此刻那位正在用早膳的太后听到遗诏这2个字，手中的筷子也该顿住了吧。什么遗诏？回太后，是皇后娘娘昨夜写的，交给了那个民间大夫沈青瓷。那个沈青瓷现在在哪儿？在偏殿，听说皇上派了4个侍卫守着他的门，谁都不让进。去把沈青瓷给哀家请来，就说哀家身子不适，要他来请脉。我早就料到太后会来请我，在宫里消息传得比瘟疫还快。我手里有遗诏的事儿，半个时辰就能传到每一个角落。太后做贼心虚，一定会来找我，要么收买我，要么除掉我。太后坐在软榻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富贵老太太，可我见过她的眼神，那种眼神像一条盘踞在暗处的毒蛇，随时准备咬人。民女参见太后。起来吧，抬起头，让哀家看看。倒是个的孩子，怪不得皇上信任你。太后谬赞。听说皇后昨夜写了遗诏，交给了你。这么快就进入正题了，她直接冲着遗诏来的。回太后，确有此事。遗诏里写了什么？回太后娘娘交代，遗诏要在她病逝后才能打开，民女不敢擅自拆看。你倒是忠心，可你想过没有，你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人。到时候你说遗诏里有真凶的名字，谁会信你？你一个平民女子，拿什么跟人斗？民女没想过那么多，民女只知道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忠人之事？那你知道你效忠的人还能活多久吗？他在试探我，试探我知不知道皇后中毒的事，我绝不能露出破绽。皇后娘娘的身体确实不太好。哼，不太好。沈青瓷，哀家在宫里活了50年，什么人都见过。像你这样有胆识的年轻女子，哀家也见过几个。你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吗？民女不知。都死了，死得悄无声息，连个全尸都没有。皇上，你要是再不出现，陪葬了，我必须死死拖住他。后背冒出一层冷汗，太后的眼神像一条蛰伏已久的毒蛇。太后，您在说什么？民女听不懂。你听得懂？把遗诏交出来，哀家可以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你出宫继续开你的安和堂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如果民女不交呢？不交？那你今天就别想走出这座宫门。我的心跳得飞快，仿佛要撞戳胸腔，但我不能慌，成败就在此一举，我必须逼自己镇定。太后，您确定要这么做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民女不是怕，
民女只是替太后觉得不值。不值？太后在宫里经营了30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今天为了一个民女手里的东西就要亲自动手，您不觉得太掉价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民女的意思是，桂嬷嬷，您还要在外面听多久？皇上，母后，您刚才说的话，朕都听到了。尘埃落定，30年的局谋，终究还是败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亲耳所闻之下。太后的脸白得像纸，她做梦也没想到，刚才那些嚣张的威逼，一字不递的全进了皇上的耳朵。皇上，指使周明远给皇后下毒，逼沈清慈交出遗诏。母后，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设局算计哀家，是朕设的局。朕设这个局，是因为朕想亲耳听到您承认，您要杀皇后的孩子，您要杀朕的儿子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都是老奴的错，是老奴一手策划的，闭嘴！跟太后没有关系。闭嘴！母后，瑞王给了您什么好处，让您连自己的亲孙子都放过？瑞王，原来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不惜动用夹诸多之毒，不惜扼杀皇上唯一的骨血，全是为了扶持瑞王继位。哀家是为了江山社稷，瑞王比你有能力，他当皇帝比你好。我看到皇上紧闭双目，脸部的肌肉微微抽搐，像是在忍受着什么被至亲痛扁的巨大痛苦。够了！来人，送太后回宫。从今日起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皇上，你不能软禁哀家，哀家是你母亲。正是因为你是我母亲，否则你现在应该在刑部大牢里。沈清慈，朕欠你一条命。民女不敢。朕说欠就是欠。从今天起，你留在太医院，专司皇后安胎事宜。等皇后平安生产，朕另有封赏。谢皇上。整整1夜，皇后疼得死去活来，好几次差点晕过去。我只能一边给她扎针止痛，一边给她灌参汤续命。生了，是个皇子。朕有儿子了，朕有儿子了！浑身力气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这死局终于破了。辛苦了。陆公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你觉得皇后还会放你走吗？是啊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家可能就在这座皇宫里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民女沈清慈医术精湛，临危不乱，护佑皇后及皇子有功，特封为太医院正6品御医，赐居长春阁，北金1000两，绸缎白匹，钦此。一个抛头露面的低贱女大夫罢了。正6品御医，一个女子成了太医院的御医，这在大齐朝是开天辟图头一回。臣接旨。